去吧，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，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，还有明年春荒。哎，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，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，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。在对地斗争上呢，几个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像大王庄、刘村做的就很好。哎，你坐。眼下，咱们挺江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。经过鬼子多次扫荡，部队损失大，生活困难，士气低落，急需打个胜仗，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。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，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。他要走，他上哪儿去啊？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，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，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，他能够得到重用。还是重用了？那在军事指挥方面，我不如北松啊。那咱这怎么弄呢？邱家生不是从康大提前回来了吗？啊，他现在已经是挺江支队的参谋长。啊，我想啊，白松走了以后，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这家生啊，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，训练、管理、部署很有一套。我跟他打班子，我有信心。我没听见，放下来。哎，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，我看我区长也要走啊。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。参谋长，这你恐怕得说，副支队长那么帅，打仗指挥都有一套，当将军是迟早的事情。他俩本来就好，王区长还能拒绝？王岳，我要走了，去重庆，上中央军校特别班。等我出来以后，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。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。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，咱们到了重庆，马上就结婚。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，光靠薪资呢，还没办法维持生活。但没关系，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，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。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？你为什么不想听听我的看法？我也是这2天才刚刚决定的。我知道你今天会来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说吧。周书记，你这个肺病，你得好好治啊！县委不能没有你啊，周书记。原来我就有肺病，才让这肚脐一熏，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。哎呀，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，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周书记，你别这么说呀。齐王，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。周书记，你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。周书记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问题啊，这是形势使然。不管是谁的责任，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。周书记，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。啊，周书记，你齐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
再说了，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。周书记，对呀，你得等着看呀！啊，你肯定好起来，周书记啊！对，一定。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，更何况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。如果不是你要走，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盼望的事情。可我是共产党员，我不能脱离组织，我有我的工作。孤城的抗战，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。所以我不能走，我也不能去重庆。王宇，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？要是在以前，我一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。但是这几年，经过生死历程、血与火的洗礼，我越来越觉得，除了爱情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。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件事情并肩前进，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，就会枯萎，就会凋谢的。我有追求啊！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，成建制的消灭日军。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，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。王宇，我不想贬低游击战，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，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？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。对于国民党的国防，我有自己的看法。白总，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王宇，你是女孩子，应该更多的从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不是吗？请原谅，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。坐。王宇，到了重庆之后，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。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，你也可以去参加。陈守正、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，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，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。抗战以来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。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，但在重庆，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王宇，重庆是抗战之都，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？你是想让我脱党吗？我做不到。政治波诡云谲，变幻莫测，战争风暴雷霆，残酷血腥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、美满的小家庭，一个能够遮风避雨、慰藉心灵的港湾，不是吗？白总，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，能不能为我留下来？为了祖光伯伯的遗愿，为了孤城的百姓，也为了我，我请求你留下来，可以吗？王宇，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，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，对我们两个更好，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，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。王宇，跟我走吧，我需要你，我爱你。
你真的不能留下来。我要带你一起走。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环，我也不想摘下来。王月，小军呐，你没时间考虑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，跟我一起走吧。王月，王月，王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呢？柏松欺负你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他跟我求婚了，但是我不能跟他走，我不能去重庆。你做的对，别哭了，我再去试试，去你的。那你快点去，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。他说他今天就要走。行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等我。你等我啊！这。王副区长，啊，王副区长，怎么了？王副区长，周书记找您有事儿。哥，朱梅，坐。
周书记，喝点水。好，坐，王玉。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？嗯。哎，此人去意已决，劝不住他。王玉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是来送行的，还是来当说客的？送行的话，一会儿陪哥走一段，我们聊聊。要是来当说客，请回吧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哥，你看看这片土地，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，流过血。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。父亲生前曾经立誓，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，他绝不离开这里。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？哥，哥，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。朱梅，保重。哥暂时帮不了你了，如果你想通了，可以来重庆找哥。就此别过。这。哥。周书记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这些年，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，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。王玉，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，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。今天让你来，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。鱼。王玉，对不起啊，我没能留住白松。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。在这个山河破碎、风起云涌的年代，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，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峰，虽然你俩不总见面，但是心灵相通。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？现在形势这么严峻，暂时不考虑个人感情问题，好好工作吧。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，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。生孩子，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？这样，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，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，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。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，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。对不起啊，我食言了。没事。
送送你。望月，这就是分岔路口了。咱们就该分别了。你心情好些了吗？我心情本来也不差。又嘴硬，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！才不会呢！一回到同志们中间，我就不想这些了，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，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。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区长，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。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？他这留下了履历，让我们还回1区。区长，这是首长送给你的。首长？哪位首长？首长不让说，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，让我转告你，秋天除了月季，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。这话说得好，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，开心一点。奇怪，哪位首长会送我花？哎，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？他应该不可能。首长，哎，我先送你一程吧。不用了，这路呀我常走，沿途都有接应。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啊！再见。走。走，回区里。把他送过去吧。啊，周书记，齐峰，哎，来，周书记啊，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，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。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，不用给我汇报了。哎，周书记，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。好，咱们那儿说去。哎，好，您慢点。来，周书记您慢点啊。现在咱工作重点啊，经过讨论以后，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。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，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。哎呀，关键是种子粮啊，现在有着落了吧？哎呀，周书记，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，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。这朱梅不是在那儿吗？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。哎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是，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。哎，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。哎呀，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。周书记，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。好。现在啊，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。来，我来，周书记，我来啊！这个山下村啊，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战区啊，修公路、修据点，挖那个封锁沟。我估计啊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，所以我想呢，把大量的人都集中起来，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。应该这么做。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，4个中队。我想呢，抽出1个中队，200个人做战斗值班，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。你看这扫荡以后呢，牛、马、骡死了大量，现在各村全缺牲畜。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，是这么想的啊，骑兵派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。好。这个骑兵排，我看啊，现在记在这儿，骑兵排是38匹马，这个警卫员啊，首长的坐骑是9匹，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，一共是70匹马。这70匹马啊，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，首长出行，剩下的马60匹，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。别看，好，哎。关于这游击区秋波，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？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，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良田。周书记，你算说到点子上了。现在大伙讨论呢，
有不同的想法，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。第一个担心，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，危及百姓的安全。那第2个担心，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，让鬼子给抢跑了。那你呢？你主张种还是不种？我主张种，那鬼子也缺粮食。你想，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，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。再说这个麦子，它不像高粱长不高，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青纱帐。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。那要是成熟了，敌人抢粮怎么办？那就看谁本事大了。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，周书记。再说了，咱帮着百姓抢粮食，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，咱还有武装保卫呢。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。哎呀，很好，这个主意好。那嘉盛什么意见？嘉盛同意我的想法。当然，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，说透一点，说的细一点。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什么事啊，不能只靠命令。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，哎呀，思想统一去做事情，效果会更好。哎呦，周书记，要不你上床上躺一会儿啊？来，你上床上躺一会儿。来啊！来，周书记慢点。哎呀，好。我还有一个提议，也得到大家同意了啊。什么提议？就是支队啊，完成秋播这个任务以后啊，我想呢，让大家伙都去区校队，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。咱那么好的土地，不能让它荒芜了呀。哎呀，是啊，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，村子里没粮食能行？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？我支持你的提议。故土难离呀，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。周书记，你看，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，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？你看也没什么交代的了。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，让战马去耕种，最大的障碍是骑兵。骑兵呢，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。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。支队的决定啊，就宣布完了。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，但在今天啊，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。咱都可以发言哈，咱举手发言，好不好？刘日才，战马拉犁就废了，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，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。张传旭，俺家大黑救过俺的命，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，这大黑就干病手软拿头弓，这根弓醒了于我想让俺骑，要不然我早没命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。赵福，俺的马受了伤，也拉不了犁啊。大伙儿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，你们的心情啊，我理解。你们和战马的感情，我知道。但大家伙想一想，战马救过你们的命，和你们一起战斗，那老百姓呢？大黑的骑手张传旭，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？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！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？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，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！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。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，大山叔、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，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，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？我们吃的粮食、穿的衣服、马匹的草料，不都是老乡给的吗？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呀。秋播可不等人啊！错过了农时，到了夏天，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。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。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！
副政委，你别说了，俺们干，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力，也一定保证完成求保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！保证完成任务！保证完成任务！大伙儿加油干啊！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，加把劲儿！同志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先谁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？大伙都加把劲儿！同志，来，还有谁？谢谢。同志，来，先别干了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副政委，首长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忙不忙。哎，嘉诚，你喝一口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啊。好了哈，坐。哎，小童子，你这么摇路可不行啊，摇的不均匀啊！你来拉，啊，我来摇。哎，这个粮食啊，摇的要均匀，不急不慢，抿一抿，拢一拢，年年好收成。哎，再来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，你看看。走。大叔啊，让俺大黑歇会儿吧。好，歇会儿就歇会儿。副政委，哎，队长，歇会儿吧。有咱八路军帮忙，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。同志，来，不忙不忙，等会儿啊，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。陈队长，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，得出劳力帮别的村啊。哎呀，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，帮忙都是应该的。哎，对对，我去干活去。好好好好。麒麟太君，这里钓鱼轰都轰不到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？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？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，如果他敢下令开枪，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。是，正好在咱的马克沁射程内，一开火，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嗯。八路的不是，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，路人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，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。对，他们种，我们来烧。钢条留下，其他的都吃。齐放，你还真是赌对了。虽然说我同意耕种，但是我这心也悬着。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，真要有几个死伤，那可怎么交代呀？先生，这可不是赌啊！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押注吗？你仔细分析分析，这鲁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，一个日军的中队，一个伪军大队，多少人啊？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，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。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啊，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哎。齐放，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。山区根据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，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。
赶在农事之前，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。那太好了，这项梁就有盼头了呀。那是啊，哎呀，这真是个什么动静啊？是有动静啊？雨下雨了。这雨来得太好，太及时了。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。哎呀，好雨知时节呀！再下大一点吧，老天爷啊，再下大一点啊！两位首长，这雨太大了，进屋吧，在林会生病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天爷，听话，你下一晚上吧，我陪着你啊！绝对不是野狗靠拢之辈啊！你再下大一点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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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941年12月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，继续加紧反共摩擦。师长，陈专员来看您了。哟，老陈，哎呀，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。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呀，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。哟，还跟我避嫌呢？当初曲线救我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？啊，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。汪主席给了番号，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4师。汪主席啊，哎，看这儿，还给划了地盘儿。日本人啊，给了武器，崭新的。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。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，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。哎，我说老陈，要不你也过来吧？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，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，给你一个好职位。还得意呢？啊！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，日本人必败无疑。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，往我这边靠吧。不是。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？哎，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。你是真不懂吗？啊，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，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，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哦，他们要投降啊？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啊，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。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，打败日本以后，谁会跟我们争地盘？谁啊？啊，不是，你就直接说吧。共产党。总之，我提醒你啊，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。还有，只要你打共产党，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，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，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，明白？不是。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，我是说过啊。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哎，我真要是这样，老陈，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，我都听你的。今年夏天呀，肯定是一个大丰收。家师啊，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，根据地里面，
很多的村子呀，开始吃树皮、吃草根，那个野菜啊，早就挖光了。那小孩饿着见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。要是再没有粮食呀，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。部队的情绪啊，也不太稳。好多战士发牢骚说，这么熬着饿死，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，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。现在关键是干部，很多干部啊，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，一定要有耐心啊，跟大伙好好的解释。你这说的太对了。哎，还没有敌人给鲁店送来的情报吗？没有啊。但是啊，据咱们在鲁店的内线反映啊，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，所以我估计啊，大概在10天左右，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。副政委，报告副政委，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。哎，琢磨啥呢？这朱峰来了，赶紧去呀你！副政委。招呼主委。哎，朱梅。哎，来了。啊，我去专属路过这儿，来看看你。啊。西风，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？还可以，能坚持。能坚持。啊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啊，这榆树叶子，哎，有时候饿急了顶一下，这个不难吃啊。别吃了。给。这什么呀？这我不能要，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，你快收起来。下午我就到专属了，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。这样。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，大半都是粮食的，吃吧。哎呀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嗯，哎，你慢点吃。来，给。你吃慢点儿，这还有一个呢。啊，太好吃了，还有盐味儿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，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，我也给周书记去拿一个。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，全给大伙吃，他就是不吃，谁劝也不听。这样，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，他肯定不拒绝你。政委，喝一口吧。来。哎，咱再喝一口。周书记，你看谁来看你来了？哎呀，周书记。周梅，快坐，坐。哎呀，我起不来了，别在意呀。我要去趟专属，
路过这里来看看您。啊，给您带了一个窝头，大半都是粮食做的，还放了盐，可好吃了。真香啊！哎，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。哎，我只可惜了，整天躺着，什么也不干。给季风吃吧。我听小刘说，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。周书记，季风大都已经吃过了，我还能不想着他吗？您快吃吧。尝尝一口吧。好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。你多吃，周书记。哎呀，刘儿，我留着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哎，准备啊，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。哎呀，你们那儿的工景这么好，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？快分享分享。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客套了。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，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，要多方面发展经济。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，还有加工产品，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。比如说是烤烟、麻制品、豆油、花生油、芝麻油等等。有了钱，我们就可以买粮食。好，这是好办法，你跟周书记细说说。对。副政委啊，联络员回来了，说有重要的消息。好，周书记，我去处理一下，你们先说着啊。哎，走。好。周书记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跟季风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。别耽误你去传授啊，去，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。哎，啊。你好好休息啊！哎，去。政委，政委，咱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政委。小刘，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，给生命员吃。快去！不，这是给你的，你也是伤病人。他们还年轻，能治好，比我更需要。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。前一段时间啊，大家都没有出击。哎，有那个小狗的鬼子过来，咱都给他放过去了，是不是都憋坏了？哎呀，快别说了，副政委，有时候你绝对有利了战机，就是不让打，你急不急？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！《孙子兵法》上说了，能而使之不能，让鬼子感觉啊，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，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，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。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，都走不动道了，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。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？对呀，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。鲁甸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，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。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，有一个伪军的大队，有一个鬼子的中队，他们要靠自己啊，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
在他们那块儿活动频繁，不断去袭扰他们，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。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，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，从这个情报上看，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。你看这一次，他只派了2个伪军小队，1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。他这个兵力，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。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同志们，10几大车，好几万斤啊！咱有了这些粮食，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，是不是啊？嘉诚，你来部署一下作战。好，支队决定啊，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，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。具体的任务分配：2中队和3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，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1个敌人，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，瞄准日军，争取我们在第1轮射击就打掉1半的敌人。然后呢，立即发起冲锋，与敌人展开白刃战。但是注意，冲锋前都要进场过，拼不过就开枪。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，战斗开始，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，负隅反抗。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，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。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，和2、3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。1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，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。是。4中队作为预备队，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，挖好掩体，做好伪装。是。准备进攻！预备！把士兵开把枪！嘿，刘总领，空降3个枪！嘿！郑亚彤，机枪手准备。出粮食！开火！别站你！把齐老师说你有死的人！
政委，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？啊，真的打得这么亮，粮食回来了吗？政委，你放心吧，咱一定能打胜，粮食一定能拉回来。哎，来，咱喝口水。来，政委，政委，政委。这装回去自己吃上。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？啊？报告，谁让你们？他们不是从这儿拿的，都是这样散落的粮食。副政委啊，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，还不让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？哎呀，我说3队长钟鸣同志啊，这普通战士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还吃饱饭？这是根据地里面几10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，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？哎，副政委，同志们，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。但是大伙儿放心，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，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，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。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。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，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，能吃的吃了，不能吃的也吃了，很多人已经中毒了。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，就要大批的死人了。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？这是粮食吗？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！没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，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。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？都是榆树叶子。钟鸣队长，俺问你，副队不知道粮食好吃吗？小郑队长，找个麻袋，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，装车。是。同志们，我向大伙儿保证哈，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，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，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。哎，但是哈，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，我要搞点特殊化了，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。为周书记，周书记啊，都病成那个样子，是一口干粮也不吃，全由你同志们。我想呢，我拿点大米回去，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，好吧？没问题啊，这不叫特殊化，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。副政委，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。他吃什么，我都没意见。好。齐峰，撤吧，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。好，出发。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。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！大家赶紧出发，抓紧出发！出发！走！政委，你醒醒呗，政委，政委，政委。政委，这个，你吓死我了，政委！我喊卫生员了，马上就到啊！我感觉好多了，别喊卫生员了，没用的。那我给你找吃的去。别浪费粮食了。
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，下两手了就好了。没几天了。哎，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，真好闻。是槐花开了吗？是。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，一天比一天开得盛。好啊，真好。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。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，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，摘上点儿杂粮面儿，蒸团子，甜丝丝，可好。政委，政委，政委，卫生员呢？政委，快来！快救救政委！你快点呀！马上。政委不在。政委，周书记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接粮战斗胜利了，我把这米都。周书记，周书记，周书记，你醒醒啊！接粮战斗胜利了，咱们有粮食了。周书记，你别睡了。周书记，你看这大米啊，周书记，你拿手摸一摸。你摸摸这大米，周围的百姓得救了。周书记，你醒一醒，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，周书记？你喝碗大米粥啊！周书记。小刘啊，周书记，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？他没说什么，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，开得真香，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，蒸槐花团子吃，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。
同志们啊，有些同志啊，是把百姓挂在嘴上，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，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，只有群众。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，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。小刘啊，哎，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？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。什么了？说话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！说啊！政委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，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。小刘，你周书记不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？他不让。那个时候，你镇压着部队，不让袭击敌人，只怕影响你的部署。前不久，调动党组织来人告诉他，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，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。梁书记，走，再不说实话，明天儿子的，你侄子，我们。孩子饿了，你喂喂他吧。一点奶都没了吧？有水吗？早就没有了。孩子，妈妈没有奶喂饱你，也没有水给你解渴，妈妈只有这个。大友们，别哭，听我说，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，就告诉他的父亲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叫周黎明。谁的字？用意。鬼子没人性啊，把他们娘俩都杀了。同志们，杀鬼子，给老周一家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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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黎明，以后我若有孩子，就叫他黎明。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，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。
俺没看错吧？这地里不是荒草，全是梅子呀！弄的这是，梅子这是。乡亲们，是梅子，梅子，是梅子，是梅子，对，乡亲们都是梅子。有人回来了，走，咱回去看看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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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看前面就到了。有衣服归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哎，好，哎，行。哎，同志，来，喝一口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老乡，你们是哪一的？来这里干什么？俺就是吕家寨的，俺们逃难回来了。哎，这不是吕家寨的乡亲吗？啊，你们回来了？回来了。我认识你们。哎呦，你是吕世林。是，王局长。你是袋子背的吕大富，对吧？王局长还记得俺哈？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，四处讨生活，天暖了回来看看。王副区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？房子盖了，麦子都种好了，金粮也有了。乡亲们误会了，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，这房子、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。对。我们干这些活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，有房子住。是真的吗？那你要多少工钱？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要什么工钱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救命的八路军，让俺怎么报答你们？俺跪下给你磕头了！起来，不行，这是该。大娘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，快起来！我们不兴这个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说身子，兄弟爷们们，来，快起来！盖房子，这是个好事啊，是个喜事，让你开心呀，高兴。告诉你家都住在哪上面，俺给你们夯土。盖房子，来，孩儿吃罗生，快点！来，你哭什么你？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，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，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，哎，火起来了，大家有活路了。我们五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，啊，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，啊。哎，好。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，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。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，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？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，现在恢复了生机了。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1半的人口啊，这房子也建起来了，田也开始种了，这眼看呀下手在棒。这证明什么呀？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，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。同志们，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。哎，第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山东分局、山东总队和115师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哎，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里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？哎，以后山东啊，这是全省，这是一盘棋，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。第二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。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
抗日斗争，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，忽略了政权的建设，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。同志们，政权是我们的根啊，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，能不能壮大的问题。说得好，崔祥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。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，哎，办点事儿可难了。是这样，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，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，哪边风大往哪边倒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啊，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，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，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。那当然了，统一战线是必要的，发动一起力量抗日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同志们，我们的党员干部啊，时刻都不能忘记，我们是为了谁，依靠谁？群众、老百姓，是，尤其是啊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，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是，这说到根儿上了。为此啊，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，减轻农民的负担，改善农民的生活。你只有这样，群众才会真心实意、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。为此啊，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，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！好嘞。这个戚风同志啊，当年在大王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。这个大王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，执行起区里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。我想起老周同志了，在全县啊，将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，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。同志们，下粮就要下来了啊！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，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。好。皇军负责掩护，我们负责抢收麦子。抢回了麦子，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收粮，收粮，收粮食。好，快点！走啊，兄弟！快点啊！天黑之前争取收完。来，快！能吃。快！
把梯子拿来，快！梯子过来，快架上！慢点啊，小心！慢点，下去慢点啊！探啊，探在底。上！哎呀，好了，来，走，来上！哎呀，快点，麻利点，工作啊，赶紧啊！快点啊，别浪费时间了啊！死了！手不能压对！太君，门口都是地雷，咱也出不去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排完雷了，晚上再去。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。拿本的快点，今天收麦子换馒头。尤其这几个点，我们一定要。政委，支队长，守住。哎，村长们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辛苦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事，谁不来呀？哎呀，支队长，政委，伪军出来割麦子了，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，是不是马上去接？哎，不急，咱们听邱支长指挥。好，那个各位村长，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，随时听命令，按计划行动。没问题，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敌人打跑了以后啊，咱们从据点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，哎，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。放心吧，天亮了以后啊，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。拜托了啊，村长们啊！哎，好，也要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放心。好，走。来，走。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！啊，这么好的劳力，为啥不用啊？让伪军先搁一会儿，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，咱们就先不打。而且啊，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，哎，他把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，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咱发现少量的伪军军粮，咱可以先不打。政委补充的很重要，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！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，就开打。等把敌人赶走之后，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，遮挡敌人的视线，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。好，家长说的对，咱就这么干。好，没问题。周队长，干也差不多了，他往底下运吧。行，那就南向就负责运输吧。李少军，往局上开出去麦子。太君，小心！是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粮食送不过来，小麦也被八路抢收光了。食料不足のため、ロッテンの小林中隊長は
撤退を要請し、兵道の食料まで遅れられないのか？ルデン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、地雷も発見され、公平は1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。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。命令、ルデンから撤退しろ。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。警備隊2つを連れ、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。必ず無事に撤退。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。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。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、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、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。はい。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，基本上完成了减租减息。我们政府的威信，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。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。我们蔡良科长统计了，有1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，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。最多的超了50%啊，这就等于多交了1半的公粮啊！哎，不，你先别急着鼓掌哈。哎，我想先问问大家伙儿，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，大家伙儿怎么看？好事啊！好事啊！是好事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我们区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，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，又实行了减租减息，非要多交。我们二区啊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哎，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，并且超额。王宇，我们区也能超额。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向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？哎，有账有账，每家都有账。对，那其他的区呢？有账。好，哎，有账可查就好。现在县委决定，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，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。啊？为什么？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，不是我们强征的。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？夏粮征收完毕以后，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？你说对呀，咱手里你多点粮食，它不好吗？对呀，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。没让听书记说完了。同志们，你听我讲一句啊，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？是。老百姓不是吗？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，老百姓不想吗？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，老百姓不想吗？那这个农户手上有的余粮，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。那老百姓手上有的钱了，他改善了生活，这不好吗？那些缺粮户，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、粗粮，填饱肚子，这不好吗？对，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？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，把日子过好了吗？是啊。我认为啊，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。这个退超额粮，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。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，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。那很多的村庄啊，因为超额交粮了，都受到了表扬，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。那还有不愿意多交，这怎么办？没办法，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。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，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，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？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，影响农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有这情况是。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不接受超额交粮。哎，如果已经交完的，马上退回去。如果是真有困难的，咱们经过调查，根据他具体的情况，适当的予以减免。好，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哎呦，真是，要不说真想不起来。哎，我现在啊，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
我们保卫麦守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。你看，现在啊，这个鲁甸鬼子的据点打跑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现在和蒙水、宜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，现在鲁甸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。哎呀，这个山下聪啊，他制定这个决策啊，这个计划想把我们困住。哎，我们就从这个鲁甸开始，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、围困战、麻雀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骚扰战等一切手段，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。好，所以各区啊，回去以后，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，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，马上上报县委，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。好，有你这就挂行了。再看看表，到换岗时间了吗？还有10分钟，快该钻被窝了。乖。有你，快啊，这会儿。どうしたんだ？ 起きろ！起きろ！早く！起きろ！戦闘位置につけ。おい！どこからの銃声だ？快说，哪打的枪？这是徐先生，东边是南边。压给你进去！偷偷的，快去睡觉，有法律讨论。队长，那边已经放完了，要不要再来过遍？先让他们睡一会儿，等4更的时候再放。好嘞。おい、弟弟，请报警！报告太君，是俺。快点了！隊長。はいね。午後の知事は昨べ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。そうか。誰が作った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。うん。うん。ああ、じじい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、まあまあだな。うん。你不报告，不交代，出去！太君，别吃，饭里有毒，我老头给咱们家毒了。阿娘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后边的跟上，注意警戒。班长，俺不行了，俺肚子疼。咱们班没吃饭，你咋中的毒？俺喝水了，快抠嗓子吐出来。好，其他人跟你去打水，该警戒警戒，快点，快，动作麻利点，快点。快点，快！
快逃！快撤！快撤！学长，你来了。哎，今天还没开张吧？人头那么高了，居然没一个人出来，都被打怕了。哎，注意！钟队长，钟队长，钟队长，我也倒个粪桶，又是一死一伤。好容易出了个粪桶，血的人都快吐了，你让我怎么吃饭呀？还是晚上再倒吧，咱这地形不好，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。老子不吃了，全队集合哈，随我上山清剿八路。钟队长，你息怒，咱上山清剿不是一次了。你上去，他跑了；你回来，他又来了。两侧山上设的岗楼，没2天就让八路给没了。这弟兄们，谁也不敢再上去了。那你说，咱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呢？咱们再跟太君说说，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，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。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，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。上次说急了，兄弟差点把我给毙了。今晚怎么样？敌人都睡了，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，都缩回去了，一点风都没有，太好了。一会儿啊，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，上面撒上硫磺，把湿麦秸呢再盖到上面，点着了咱就撤。同志们，开始行动！杀人嘞！钟队长，把我们周围铁丝网保护，枪杀人，赶紧的，还是大水救火啊！咱水点那个位置早被八路枪手算计好了。那怎么做呀？还多少找不过来，沙往里不跑。这烟一晚上都找不掉，弟兄们都是玩奸杀了。就是了，我的个娘嘞！召集全队集合，让兄弟们都给我冲出去！反正再让左右都是死，这个破地方咱不待了。走。ペイシャン軍の中隊長は職務をサポって私に銃殺されました。しかし兵士たちはみんなそこに戻ることを拒否します。また他の拠点は？私はリースと変わります。留村でも？調べてみれば留村をかき乱した橋路はとっても強くて、夜になると手段を尽くして騒ぎを起こしたりして、爆竹を鳴らしたり、カエルを投げつけたり、戦闘用語を叫んだり、兵士たちはなかなか眠れませんでした。要塞の塹壕はオボズに追われ、大量なネズミの支配を投げ込まれました。結局多くの兵士が病気になり、士気は
極めて低いんです。榴弾長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、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。我々は敵の赤軍を倒せるか。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。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をジョン・チーフォン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。禁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。やつだ！このしない頃啦，大ミスだ。その通りです。前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的反劫泽行动啊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！哎，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5个据点，哎，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5区哈，各区啊都有战况。哎，我们5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1个据点敌人，绝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。好，哎，大家都听见了哈，咱一块儿等着5区的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现在我们古城啊，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。你看这鬼子也多，他据点也多，总共38个据点，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，打掉了7个。你要按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2年啊。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，哎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，哎，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泽行动，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。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？哎，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，对，哎，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。现在县委决定啊，要从武工队、区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。哎，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，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。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1名日军。好，同志们啊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，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。你看这县城里面，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？对，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。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，你要是1个月干掉30个，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，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。当然了，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，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。但是同志们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日本本土啊，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，哎，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，所以这些啊，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好，加把劲儿，咱继续加油。